好，兄弟们，今天来测试阿春的1000 MT-X。那这台车的话，我最近还是比较关注的啊，因为它用了一个全新的990平台，马力来到了112匹啊，扭矩好像是105牛米左右。然后这个车整备质量的话是240公斤。那这台车呢，是我们去杭州春风旗舰店借的试驾车辆，他们店现在已经有试驾车了，所以对这台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到店里试驾一下。那这台车它并不是纯原厂的状态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加了一个 MRBR 的护杠和一个 MRBR 的铁裤衩啊。那除了这个两个之外，其他是原厂状态。然后这个车座高是830的版本啊。那说完了发动机部分呢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配置啊。来看一下，像刹车的话，应该是用的一个布雷伯全家桶啊，布雷伯的直推上泵啊，2颗 M4.32的布雷伯卡钳。那前刹车油管也是用到了钢喉的配置。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后刹车啊，后刹车同样布雷伯的卡钳，钢喉的配置啊。后刹车是一颗单活塞的布雷伯浮动卡钳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避震啊，前避震是用了 KYB 的，是有20多段啊，我记得是23段全可调避震，包括原厂的胎齿。然后后面也是一个 KYB 的全可调避震啊。来这边看，它是一个直连结构啊，调节的地方在这里啊，非常方便，我们直接来这里旋转就可以了。然后轮胎方面用的是倍耐力的蝎子 STR 啊，前轮是21寸，后轮18寸。那整车的配置来看啊，还是非常的硬核的，非常的硬核的。但是这是一个低座版本，如果它是高座版本的话，它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通过能力啊，离地间隙会更高。OK， 下面咱们来到第一视角。我的体重是65公斤啊，原厂这个830坐高，我上来的话，大概是2只脚前脚掌着地这样一个状态，减震稍微能压下去一点。这部车的话也是用了一个传统的这种机械钥匙，那我认为这种硬核的拉力车还是这种钥匙比较靠谱啊，比较靠谱。咱们开机来看啊，就是1000 MT-X 的一个 logo， 然后直接跳到这个界面。其实这个界面的话呢，它并不是我们常规行驶的界面啊。然后常规行驶界面需要按一下 back， 好，那这边就是了。整个界面的 UI 设计我认为也是比较漂亮的。这边是档位显示，然后转速、时速、油量、水温、胎压，这边是你 TC 的一个状态，下面是一些手把加热啊、座椅加热的一些指示。然后咱们来看它的动力模式。动力模式的话，咱们直接按帽子键，这里可以快速切换，看到没有？左手把的帽子键。雨天、越野、标准3种模式在这可以快速切换啊，或者是呢，我们按这个左手把的 Set 键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好，进来有4种，看到没有？标准、雨天、全地形。那全地形模式下是默认关闭前后轮 ABS， 那需要我们手动点确定，然后长按大概个3-4秒钟就可以解锁全地形模式。全地形模式下 TC 有3段可调 ，ABS 默认关闭啊 ，ABS 默认关闭。咱们看越野模式，越野模式下 TC 也是有3段可调 ，ABS 可以选择全开或者是只关闭后轮。来看雨天模式，雨天模式下 TC 默认就是开的啊 ，TC 不可调，然后 ABS 呢默认也是开的。那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就是说咱们雨天模式就是为了追求安全，那在安全的大前提下，我们这些就都默认关闭，直接这样的标定我觉得 OK， 没有任何问题。来看标准模式，标准模式下 TC 只有选择开或者是关啊，它就没有越野模式下可以选择3段那么细腻。然后 ABS 呢标准模式下是不可调节的。然后下面这些就是一些其他的设置啊，比如说快速换挡啊、自动紧急爆闪、手把加热、坐垫加热啊，这是各种音量的调节啊，这个是字体的大小，包括仪表的模式的调节啊。下面是它系统，然后我们可以点下面导航界面啊，导航界面它是直接植入了这个高德地图，好像跟这个汽车车机差不多啊。整体的这个流畅度我觉得也 OK， 没问题，已经是比较接近现在咱们用的这些主流的智能手机。然后设置就是刚才这里啊，这边是连接车辆的 WiFi 啊，然后这边主页回主页啊，回主页可以把玩一下我们的车啊，默认就是车子的一个3D 的动态模型，我们点地图就进来放大了。那在地图模式下，上面依然可以看到档位啊，这个我觉得不错。也就是说咱们正常模旅的话，下面看着地图啊，下面地图可能导着航，上面可以提示你的档位啊、你的 TC 状态啊，包括你的油量能跑多远的路啊，
啊，然后时速是多少，目前什么模式，水温多少啊，主要重要的信息都会显示在这里，而且整体的这些呈现啊，比如说主要信息呈现的这种优先级标定，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点火来听一下声音。因为刚才已经在这里简单的热过车了啊，所以现在水温是 OK 的，86度的水温。那这台发动机怠速状态下啊，大概是1500转左右的一个怠速。然后我们稍微给点油，听一下它的声音。大概是1万转左右转油啊，1万转左右转油。现在是标准模式下关闭了起飞。前轮胎压稍微有点高啊，但刚才我已经手动放了一点胎压了。下面咱们来看它1档的极速是多少。1档表显是93公里每小时左右。来看 GPS，84.9公里每小时。2档表显是128公里每小时左右啊 ，GPS 是119.8公里每小时。3档157、158公里每小时左右啊 ，GPS 是154.5公里每小时。好，下面我们进行100公里加速测试。车辆加装了这个护杠，还有铁护叉啊。满油状态，标准模式，关闭 TC。我的体重是65公斤，测试环境温度11摄氏度。经过实测呢，这部车100公里加速耗时为3.6秒，2档破百。那这个加速成绩目前在机车圈实测拉力车排行榜中暂列第4位，跟排量和马力更大的川崎4缸 Versys 1000持平。下面呢，咱们就简单聊一下发动机这一块。那这台发动机它的精准排量是946.2cc， 是一台源自 KTM LC 8C 平台的270度曲轴直列双缸机器。那体验下来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2点啊。第一个呢是它的扭矩平台调得很宽泛，起步咱们只要稍微带点油门啊，它就不会脱档。发力的话呢，大概是5000转左右，它就开始发力了。当然，这个后面我们拉马力机的时候啊，更一目了然。第2点呢，是它的电子油门标定和调教的都非常的细腻啊，整个动力输出感受非常的线性。虽然它是一个准公升的排量，但是油门特别细腻啊，很好掌控。特别是在雨天模式下，它的标定是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雨天模式的标定对第一次上手这部车的朋友，或者说是对新手啊，我觉得都是比较友好的。那这个呢，也建议大家亲自去线下试驾一下。目前杭州春风旗舰店已经有试驾车了。下面咱们进行刹车测试。配置方面呢，节目开头已经带大家看过了啊，是布雷伯和 KYB 的全家桶。咱们就直接开始测试。测试执行机车圈刹车测试标准。经过5次连续刹车，成绩分别为46.3米、47.1米、47.5米、47.8米、49米，平均刹车距离是47.5米。下面咱们简单来聊一下刹车感受。首先从5次连续刹停距离来看是存在热衰现象的，但是刹车手感上的热衰不怎么明显。在 ABS 这一块呢，它 ABS 的逻辑指令成熟稳定，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。前后 ABS 调教都是适中的啊，就是不灵不顿。然后前 ABS 弹手感比较微弱，反弹频率适中。在前避震这一块，整体是一个舒适的大调。我的体重是65公斤，原厂标定下，它前避震前段支撑性是偏舒适的，中后段支撑性还可以。不过它的前后避震都是全可调的啊，所以建议买这台车回去啊，大家根据自己的体重和使用场景做出调整。在轮胎抓地力这一块啊，蝎子 STR 抓地力无需多言，对吧？无论是抓地力还是信心建立啊，都挑不出毛病。那接着这个刹车呢，咱们简单聊一下这部车的操控部分。先说结论啊，在这个量级的我骑过的 ADV 车型里面，基本就是天花板级别了。
大家可以亲自去线下试驾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那这台车操控起来整体的感受呢，跟那个胡斯瓦纳的 Norden 901很像啊，因为他们这两台车无论是车架结构还是中心布局，包括整备质量都差不多。包括你像 KTM 的790 ADV 啊、890 ADV 这几台车，操控层面啊，我认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。下面咱们就把它推上马力机啊，一起来看看它的马力曲线怎么样。测试执行机车圈马力机测试标准，测试环境温度11摄氏度，环境湿度67%。经过实测啊，这部车跑出了轮上99.78匹啊，91.85牛米的数据。参照它官标112.9匹的机头马力，那轮上马力达成率我算出来大概在88.37%左右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马力图吧。图中红色是马力曲线，蓝色是扭矩曲线。从双曲线的凸性来看啊，起步3500转左右到4500转左右这一段啊，我的油门憋得有点大了，那这里应该是平着过来的啊，这里大家也不用管它。在5200转左右和6200转左右分别有两个小的凸起，但是整体的数值波动不大。那这里呢，有可能是这台发动机的这个出力特性就是这样的。你比如像本田虎刃那台车啊，它的动力啊就会踹你三脚。那也有可能呢是电子节气门根据当时测试环境做出了微调。不过咱们看它整体的曲线啊是往上走的啊，所以咱们也不用管它。那从双曲线的走势来看啊，机器是强调中段动力输出的，最大扭矩出现在6200转左右，爆发92牛米。大家注意看它这条蓝色的扭矩曲线啊，它整个的扭矩平台非常宽泛，从5000转左右开始啊，轮上就有77牛米，一直到9000转左右，轮上都能维持77牛米以上的扭矩输出，机器在10000转左右断油。那这样的出力特性呢，也比较符合它拉力车型的定位，日常我们骑起来用起来也比较好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测试的全部内容了。除了测试的数据之外呢，这部车你像用料啊，包括做工什么的，我觉得都不错，大家可以去线下店亲自感受一下。